臣子，臣子，出事了！我们的试点藕糖出问题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藕糖里的荷叶发黄，藕感又黑又软，一碰就倒，糖里还有臭味儿。再不想办法，整片藕糖都要完了。走，赶紧去看看。完了完了，好好的藕糖变成这样，我1年的投入和心血全都白费了，这下真完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藕池里养泥鳅是瞎胡闹，肯定是泥鳅在池子里乱钻，伤了藕根。阴雨天又生虫，藕池才出事的。没错，都是套养模式惹的祸。好好的传统种法非要乱改，现在后悔也晚了，莲藕都烂成这样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保住莲藕。大家立刻去采购药物，全塘泼洒消杀，先把病患压下去。二伯说的对，保住莲藕才是头等大事。幸好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药物和桶，我这就撒药。大家等一下，不能盲目打药，要用科学的物理防治。大量用药会让莲藕药物残留过多，不仅卖不上价钱，还会害死泥鳅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阻拦我们？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藕塘绝收吗？大家以前相信你，才让你搞得藕池里养泥鳅，但现在这个情况，必须撒药。这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。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能使用这种高浓度药物。这不是救莲藕，而是让莲藕绝收啊！你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？荷叶已经大面积腐烂，再不打药，整片藕塘都会绝收。这可是全村人的收入。二伯，各位乡亲，这种情况是阴天生虫导致的腐败病，打药治标不治根，到时候莲藕卖不出去，泥鳅也会死的。得了吧，林晨，你就是舍不得你那点泥鳅苗，还搞什么套养的？我看就是泥鳅搞的鬼。乡亲们，大家真的错怪套养模式了，这场病不是泥鳅导致的。不是泥鳅的问题，那好好的藕塘咋出事了？分明就是你的新路子坑了我们。病害爆发是前期移栽藕苗时藕根被人工划伤，这几天又阴天，虫子从伤口侵入藕株，泥鳅只会松土控草，根本不会伤害健康藕根。我就知道莲藕快不行了，现在必须打药。就是先把莲藕保住再说。一旦打药，塘里泥鳅都会死亡，而且打药后的莲藕农资超标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可眼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相信臣子，谁敢强行下药，就先跨过我。王强，你也要跟着一起胡闹吗？我不是胡闹，我只是不想大家因为一时糊涂，毁掉长久致富的机会。既然大家始终不肯相信科学生态防控，一口咬定是泥鳅惹的祸，那我今天就当众和诸位立下7天试验期。什么7天试验期？你尽管说来听听。我们接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招。你打算怎么试验？别又是纸上谈兵的空话。接下来7天，我绝不使用任何高浓度药物，只用生物抑菌、调节水质、物理除病的无公害方法，彻底根治这场腐败病。不靠打药就能治好莲藕，简直异想天开。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？莲藕生病不靠打药，还能靠什么？要是7天之后莲藕烂在池塘里，你打算怎么担责？你太冲动了，这个7天实验期风险太大，一旦失败，你所有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强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这场试验期代表的不只是病害输赢，更是扭转全村老旧种养观念的一次机会。我必须赢。那我们就走着瞧，我看到时候你的莲藕烂在池塘里了，你要怎么收场？赌约开始，我日夜守在塘口，带着王强清理病株，疏通沟渠。哎，我以前只看到荷叶发黄，没想到病根藏得这么深，不把病株彻底清理掉，咋弄都是治标不治母。没错，第一步就是阻断传染源，后面就是疏通沟渠，引入活水，最后就看泥鳅的了。泥鳅？咋？泥鳅也有用？泥鳅能吃害虫，
泥鳅苗刚入塘的时候不明显，不过泥鳅长得快，现在刚好能派上用场。我连夜联系了农业植保专家，调配生物抑菌剂定点喷齐，又带着王强在塘埂撒上草木灰与生石灰。这些东西真的能起到抑菌的效果吗？都是绿色防控手段，温和但有效，既不会伤害泥鳅，也不会造成农残。小林就知道天天在塘边瞎折腾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我们打过药的藕塘就不一样了，莲藕长势可好了。年轻人心气高，不肯认清现实，就会死读书。我看也是，不打药的话，7天根本不可能治好藕塘，瞎费功夫。陈子，说实话，我心里越来越没底，咱们万一失败了可咋办？农业种养要遵循自然规律，病害防控靠的是生态调理，不是猛药强攻。放宽心，7天期限一到，结果自然会说明一切。第7天早上，我和王强站在塘埂上查看藕塘情况。我去，陈子，你真神了，莲藕真的好了，这泥鳅也够肥硕的。你看，二八他们来了。7天时间到了，现在认清现实还不晚，当众赔个不是，赔了大家的损失，就收拾东西离开村子吧。是啊，别再固执了，赶紧认输得了。大家可以亲自上前查验，阴天生虫导致的腐败病已经彻底根治，莲藕品相完好，泥鳅也没有死亡，我们的生态套养模式经受住了考验。哎呀，真的好了，真的好了，藕根完好无损，泥鳅也都健健康康的。没想到不打药，还真把这么严重的病治好了。大家再看看那边，盲目使用烈性药物，泥鳅全部死掉，水体也被破坏。莲藕不仅个头瘦小，表皮还有黑斑，农残超标，根本卖不上价。原来乱打药的后果这么严重，不过真的会卖不出去吗？林晨，你赢了又怎么样？两边莲藕不都好好的在池子里长着，怎么可能买不上价钱？就是，林晨，你不要在这儿瞎说，好好的莲藕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你没来之前，大家都打药，莲藕不照样卖出去了？现在的收购商对莲藕品质要求提高了不少。这种，行了，我不想听你的那些大道理。过几天收购商就该来了，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家这藕到底能不能卖出去。早上，我带着王祥装好试验田里的莲藕，运到村口等收购商收购。其他村民早早的就在村口了，每人脚下都有几麻袋莲藕。小兄弟，你这莲藕品质不错啊，没打药吧？打药的莲藕品质不会这么好。您眼光真好，我们这莲藕纯绿色种植，品质这一块没得说。不错，这样7块1斤我全收了。7块，这么高？这藕品质好，我才给这个价格。李老板，您来看看我家的莲藕。你这莲藕打药了吧？农残超标，我们现在不让收这种。别不收啊，李老板，这样您开个价，低价贱卖也行。跟价钱没关系，现在有规定不能收这种农残超标的。打过药的莲藕一律不收，不用叫我看了。李老板收完我和王强的莲藕后，就驾车离开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莲藕卖不出去，家里就指望这点钱，这让我可怎么活呀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全家1年的生计全没了。哎，怪我非要打药。陈小子，当初是我固执，非要打药，但现在这情况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莲藕烂在塘里。你脑子活涮，能不能帮我们想想法子？二伯，当初的事，大家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，没有对错。莲藕这事儿，我给你们想个别的销路。什么销路？莲藕还可以做莲藕雕刻，我回头找这方面的收购商，尽量把莲藕卖出，但价钱肯定会低一些。只要能卖出去就行，价钱无所谓。婶子在这儿谢谢你了。老周，3号塘出事了，上游山洪冲下来了，全是裹挟泥沙的浑水，直奔塘口灌进来了。完了，短短10几分钟，3号塘水位暴涨30公分，清澈塘水彻底变成浑浊泥浆水，水面浮沫堆积，
刺鼻土腥味混杂农药味弥漫开来。林哥，不好了！4号塘的虾开始侧翻了，不少大虾肚皮朝天，只剩左脚微弱天动。再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死光。容氧量低破1.9，按照水产养殖规律，虾最多不止支撑4个小时，一旦底层缺氧加剧，就会批量死亡，继而烂塘、污染水质，全盘皆输。林哥，不能再等了，咱们赶紧开增氧机，全力运转。实在不行，我强行去撬开焊死的水渠闸口，引活水进塘。再耗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。闸口早已焊死，强行撬开费时费力，根本赶不上暴雨山洪节奏。不用慌乱，把所有增氧机调至最大功率，备用发电机全部启动，死守不断电。其余的，静静等到天亮就好。等天亮？眼睁睁看着虾慢慢死掉吗？能回本多少算多少，总比血本无归要强。现在藕妞收成稳定，销路也打通了，大家收入翻了好几倍。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，没必要再折腾了。只售卖生鲜原材料，利润空间有限，还容易被市场和销售渠道牵制，抗风险能力太低。想要产业持续发展，必须延伸产业链，做农产品深加工。延伸产业链，还要加工农产品。我们村既没有厂房，又没有技术，真的能做深加工吗？完全可以。新鲜莲藕可以做成小吃，泥鳅可以做成速冻产品和特产礼盒。泥鳅这东西确实好吃，但这种乡村土玩意儿做食物还行，做成特产礼盒真的能卖出去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泥鳅素有水中人参的称号，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更何况现在城里都流行送土特产当礼物。陈子，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不懂这些，我就安心跟着你干。那加工农产品需要的场地和人手怎么解？我们把村里闲置的老旧厂房改造成加工车间，引进小型生产线，聘请本村留守村民。后续还可以发展旅游业，多元化发展。好，这个规划太好了，小林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规划实施落地。还是先一步步来，咱先把深加工车间做起来再说。这段时间，我对接上级部门，申请扶持资金与惠农补贴，推进厂房改造，打算把老旧厂房按照食品加工标准翻新分区，车间分区一定要按照市场规范来，加工区、包装区、储储区要区分开，车间卫生标准一定要合规，千万不能打折扣。老板您放心，我们干这行这么多年了，市场规范标准都知道，肯定会严格按照要求施工的。车间完工后，我邀请了很多留守村民入职打工，希望他们能多一份收入。我年纪大了，外出打工没人要我，本来只能在家里闲着，如今能进厂上班，赚钱顾家两不耽误，这真是多亏了人家小林啊。是啊，在村里边干活还能照顾家里，这可比外出打工安心多了。随着加工厂各类产品的产出，我开通了线上网店与直播账号，打算线上线下同步销售。陈子，咱线下销售客户很多，已经挣了很多钱了，何必又开通网店呢？这样不辛苦吗？强子，开通网店对我们扩宽销售渠道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不能单线停发展，要全面发展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更何况，
等网店做起来了，能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，可以让村里更多的村民有就业机会，也能吸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。这样，咱们村留守儿童就会少一些。我明白了，陈子，你想的可真够长远的，还是你有远见，我就跟着你干就行了。不过线上渠道面向全国客户，我们一定要把控好产品品质，守住口碑，这样才能持续发展。放心吧，陈子，我会注意的。早就听说你们村靠生态种养走上致富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村200-300亩藕塘，年年种，年年亏。今天我们是专程来学习的，大家客气了。我们也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经验，今天就分享给各位。乡村振兴不是一家独大，是百花齐放，周边乡亲都富了，才是真的富。各位请看，莲藕洁白饱满，孔洞均匀，生吃都带甜味，这就是生态混养的好处。泥鳅在泥里钻洞，既可以松土，也能吃掉害虫，让莲藕长得更好。套养关键的是水位控制，前期保持10到15厘米，既利于莲藕扎根，又给泥鳅留足了活动空间。我们之前也跟风弄过套养，结果每次都亏损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原来是水位没把控到位。今天真是受长见识了，种养细节决定成败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。还有防病，千万不能见病就下猛药，高浓度药物一下，泥鳅先死，生态全毁，土壤3年都缓不过来。别说，没有专业指导，光靠老经验确实不行。我们之前就是觉得药下的越多越好，结果收成1年比1年差。参观完塘口，我带着他们来到深加工车间，继续讲解。产销一体化也是关键。以前我们被中间商压价，1斤藕才卖3块，现在自己加工销售，1斤藕做成卤藕片能卖8块，利润翻了3-4倍。我们合作社统一运营，年底按股分红，账本都是公开透明的。我们村就是糊涂账多，干部说不清，村民不信服。回去我就建议村里也搞合作社，按照你们的章程来。这份资料大家带回去参考。藕鳅套养的每一步都有标准参数，有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联系我。谢谢林老板，回去我们就按你的标准整改，争取明年也能吃上生态饭。陈子，以前是二伯固执，一直阻拦你，要不是你坚持藕都套养，咱村还会一直穷下去。我代表全村敬你一杯，也跟你道个歉。二伯，您快坐下，这杯酒我干了。藕塘如今的收获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当初我回来只有王强信我，4婶是第一个签协议的。还有，二伯您虽然嘴上反对，但试点的时候也没真的去拔我的苗，是大家给了我机会，让我证明给所有人看，藕塘的成就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我只是用专业知识给大家指明了方向。只要我们坚守初心，抱团发展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。说得好，陈子，我们以后继续跟着你干。对，跟着陈子一直干下去，让我们村越来越好。当初要不是我死皮赖脸拉着陈子回村，哪有今天这好日子？这功劳我也得分一半。好，咱们一起干，让莲塘村成为全省第1村，让外面的人都羡慕咱们。这些仿冒商家太缺德了，打着我们品牌的旗号卖伪劣产品，时间久了一定会砸掉我们的招牌，必须想办法整治。一个品牌走红的必然会引来跟风仿冒，光指责没用，要从根源做好防护措施。那陈子，你说我们具体该怎么做？立刻申请地理标志商标，设计专属 logo 和包装，搭建一物一码溯源系统，消费者扫码就能查看全过程，质检报告，让假货无处藏身。我对接机构加急注册了商标，搭建溯源系统，找人升级了产品包装。包装和溯源系统上线后，大家对外售卖时一定要告知客户查验溯源码。放心，我们一定记住，这样客户也能买得更安心。陈子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陈子，你这办法真厉害！这次的溯源系统和包装升级，让我们品牌的口碑更好了。这下再也不用担心伪劣商品冒充我们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不过光这样还不够，强子，你跟我去选一个地方，咱们用品牌账号开一次横直播。直播？我在塘埂弄了个直播支架，开启实景直播带货，村民们围在一旁观看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莲塘这个品牌的创始人，今天就带领大家亲眼看一看我们莲塘品牌的养殖基地。大家请看，我们的莲藕活水种植，生态管护，科学养殖，不滥用化肥和药物，藕池里的泥鳅自然生长，
肉质肥美，原生态无添加，让大家吃得安心。欢迎大家来下方小黄车进行选购，今日购买的客户都享有9折优惠。现代科技发展真的能改变乡村，大家不用出门找收购商，就在藕塘地头开播，就能把货物卖出去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直播真是个好销路。这是咋了？没信号了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估计是网线断了。难道是有人故意切断我们村的网线？强子，帮我个忙，你这2天查查咱村的监控，顺便问问在家的村民，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村。监控视频记得录屏。好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你放心。线上直播是很好的销路，大家有空也可以学着拍摄做直播，这样能够多一份收入。暴雨来了，大家立刻分组行动，一组加固塘一堤坝，一组疏通泄洪渠道，一组转移低洼处的种苗，抓紧时间，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种养根基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雨势太大了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千万不能让洪水灌进藕塘。不好，上游放污水下来了，这下麻烦大了！快，全员戒备，想办法阻拦污水入塘。一旦污水入了塘，咱们的泥鳅就会缺氧成片死光，莲藕也会染病绝收，到时候我们全村的心血都会毁于一旦。快来一拨人，拿东西跟我去加高塘壁。强小子，你跟陈子你俩带一拨人去，尽可能清理一下塘里的杂物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好的，二伯，陈子，咱们快去。完了，这塘离塌了半边，水都浑成黄汤了，泥鳅怕是跑了不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家那3亩藕，刚长出的新叶全被打烂了，藕干东倒西歪，这今年还有收成吗？老天爷是要绝咱们的路啊！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，一场雨又给打回原形了。我这一把年纪，经得起几回折腾哟。大家别急，天灾无法避免，但只要咱们科学应对，齐心协力，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听我安排，立刻分组行动，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。陈子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听你的。分3组，第1组跟着我去统计损失，第2组跟着二伯清理水面杂物，第3组跟着王强去仓库领生菜灰和草木霉，配消毒水，全塘泼洒净水。好，我马上带人去配消毒水。陈子，这水这么浑，泥鳅还能活吗？要不要先捞上来？泥鳅生命力强，只要水质消毒及时，大部分都能保住。关键是72小时内必须完成净水和补苗，错过黄金期的话，那才真麻烦了。咱们抢的就是时间。对，咱们自己动手，把塘口抢回来。当初那么难都挺过来了，还怕这点雨水？藕种要斜插，芽头朝上，埋进泥里3寸深，别伤了顶芽。泥鳅苗投放前先过水适应温差，别直接倒进去，会应激死亡。大家看，活过来了。接下来，咱们全村统一加高加固塘一堤坝，用水泥护坡，完善防洪排水系统。天灾无法避免，但只要做好防护，就能降低天灾带来的伤害。林晨同志大学生返乡建设乡村，带领种植户增收致富，为乡村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，是全站乡村振兴的优秀榜样，值得所有人学习。今天，我代表镇党委、镇政府正式授予你乡村振兴优秀带头人的荣誉称号，并颁发专项奖励资金10万元。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，也属于莲塘村每一位勤恳付出的乡亲。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莲塘村。这份奖励资金，我一分不留，全部投入到合作社的种苗改良基金里。往后我会继续努力，带着大家把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。好，陈子说的对，未来我会继续带领大家把产业做得更强，把日子过得更好，让莲塘村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标杆。林晨同志说得好，只有乡亲们一起努力，才能建设美好乡村，乡村振兴才能指日可待。我以前在藕池累死累活干大半年，也挣不到几个钱，多亏你建了合作社，
后面开了加工厂，不嫌弃我年纪大，让我去厂里干活，家里才富裕起来。叔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你说这干啥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本来就该互相帮扶。何况您当年教我认藕苗、变水质，那些本事我到现在还记着。咱们是互相帮衬，不是谁欠谁的。而且这才刚开始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咱们的深加工车间还要扩产，到时候用工需求更大。您儿子要是愿意回来，我给他留岗位。陈子，叔在这儿谢谢你了。四婶儿，这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轻型主苗，不用下大力气移栽，管护也简单。我安排了大棚里的青桃李岗位，您大儿子可以去做温湿度记录和设备看护员，月薪保底4000，技术熟练了还能涨。还有这是技术斗底协议，我签字，合作社盖章，保价收购，绝不让您家吃亏。陈子，你咋连这都替我们想好了？我儿子腿脚不便，出去打工也没人要，这下好了，他能自食其力，我这当妈的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你这套偶期套养模式远超传统农耕，不断优化后，可以向全县乃至全市推广，带动更多农户增收，示范价值极高。您过奖了，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失败了好多次才找到规律。前期还因为泥鳅投放密度过大，导致水体富营养化，烂过2茬藕苗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关键是你把这些数据都记录下来了，变成了可使用的技术手册。我已经跟县农业局汇报了，准备把你这儿定为县级示范基地。我也希望能把成熟的技术分享出去，帮助更多人。一个莲塘村富不算富，让全县乃至全市的乡亲都能富起来，那才是真本事。年轻人有格局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技术推广越快，盯着你的眼睛就越多，树大招风，你得有个准备。我明白，但只要对乡亲们有好处，这风险我愿意担。陈子，咱现在产业稳定，收入可观，大家安居乐业，你没必要天天熬夜钻研，好好歇一歇吧。你看你，才20多岁，头发都白了好几根。强子，农业市场一直在变化，安于现状就会被淘汰。只有不断创新、升级品种和技术，我们的产业才能长久保持竞争力。道理我懂，可你也不能把自己当机器使啊。等这批试验数据出来，我睡个3天3夜。现在真不行，新的种苗还在试验阶段。行，我说不过你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今晚至少睡5个小时，我替你盯半夜。行，乡亲们，这就是咱们的新成果：莲香1号藕种和金秋3号泥鳅，两者搭配，亩产比老模式又多了4成。新技术就是好，产量更高，管护也更省力了。陈子，这技术啥时候能推广到我家塘里？别急，还要做最后一轮稳定性测试，1个月后没问题，全村统一换种。太好了，跟着陈子，年年都有新盼头。第2天早上，我来藕塘巡查，却发现一夜之间，试验塘种苗被人恶意损坏，现场一片狼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太过分了！辛辛苦苦培育的种苗全被毁了，这是故意要毁掉我们的产业，谁干的？谁这么缺德？强子，冷静，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。咱村没人抽这个牌子，如果不是村里人干的，那是谁？不管是谁，这是冲着咱们的核心技术来的。毁掉试验手苗，就等于毁掉咱们未来3年的技术优势。陈子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数据全没了，种苗也毁了，咱们的心血。数据我有云端备份，种苗母本在县里还有储存。他们想毁掉咱们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是说还能恢复？能，但我要他们知道，搞破坏吓不倒莲塘村。强子，报警、调监控、查鞋印，一个细节都不能放开。同时，加强全村塘口的安保，24小时轮班巡逻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这是哪个杀千刀的人干的？断人财路，不怕遭报应吗？肯定是眼红咱们的人，见不得莲塘村好。陈子，你别灰心，我们大家伙一起想办法，把这茬重新种上。谢谢大家，但我更担心的是，这次是针对试验塘，下次会不会针对大家的生产塘？咱们必须团结起来，守住共同的家业。陈子，你放心，
回头我晚上多来藕塘逛逛，就当巡逻了。那就谢谢二伯了。过几天我会安排一拨人分批次巡逻的。我们莲塘村走到今天，靠的不只是藕和泥鳅。接下来，我想进行农旅融合发展规划，实现旅游和农产品双向增收。观景步道怎么个修法？得多宽多长？沿塘埂修建3米宽的木质栈道，总长度5公里，串联起核心观赏区。栈道两侧设观景台，每500米一处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。这个思路好，我在江浙做过几个类似项目。农旅融合是乡村振兴的新风口。你们的荷塘规模够大，生态基础又好，有先天优势。垂钓区设在东塘，那边水深适宜，泥鳅浓度高，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垂钓。农耕体验园安排在西岸，划分成小块，可以体验种植的乐趣。那民宿农家乐呢？咱们村里可没现成的房子，把村口那排闲置的老宅予以改造，保留青瓦白墙的外貌，内部按星级酒店标准装修。餐饮加住宿加农耕体验加农产品直销，闭环消费，利润能翻几倍？林晨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被逼出来的。光靠卖原料，永远被人卡脖子。只有把游客引进来，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生态种养，亲手带走我们的产品，这钱才算真正赚踏实了。这个规划贴合资源优势，我们立刻敲定选址和工期，马上开工。村里全力配合，由我来牵头。我回去就带团队来做详细设计，1周内出施工图。凌晨，咱们趁热打铁，争取国庆节试营业，赶上黄金周的第一波客流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咱们村也要变景区了，以后城里人都要来咱这儿玩。可不是嘛，我儿子在城里打工，说节假日景区人满为患。咱们这荷塘比城里公园可好看多了。等民宿开起来，我家那口子也能去应聘保洁，不用出远门了。第7天，我接到了工人停工的消息，急忙赶了过去。周叔，怎么回事？机器坏了。凌晨，对不住了，这活儿我们干不了了。合同都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怎么突然干不了？前几天我们施工队收到了匿名骚扰电话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干力气活的，不想招惹事端，我们就停工不干了。竟然有人恶意阻拦施工，实在太嚣张。周叔，您告诉我，是谁给您打的骚扰电话？昨晚收到的匿名短信和骚扰电话，话里话外的让我们停止施工。你这里得罪了哪些人我不知道，但我们这些工人确实不想惹事。您先别急，安全我来保障。从今晚起，我安排村民巡逻队24小时值守工地。您把工人召集回来，损失我补偿，工钱加2成。凌晨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我们干工程的最怕惹事儿，工钱我退给你，咱就这样吧。文旅项目刚起步就被卡脖子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肯定是上次破坏塘基那帮人，上次没整垮咱们，这次换招数了。哼，还有可能是邻村的眼红，见不得咱们先富起来。陈子，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，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。大家静一静，他们这些手段吓不到莲塘村。从明天起，全村青壮年轮班巡逻，工地装监控、拉铁丝网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再来捣乱。对，跟他们对着干，咱们还能派几个堂头堂尾的。陈子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听你的。先报警立案，加强安防，我再去多请几个施工队，提前工期，让他们卡不住我们。行，我们听你的。我跟着施工队日夜赶工，终于在假期前完工。开业1天，很是热闹。这地方太美了，比短视频上拍的还要好看，空气里都是荷叶的清香。老公，快给我拍几张，我要发朋友圈。老板，这莲藕是现采的吗？给我来5斤，我要带回去给亲戚尝尝。好嘞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塘里给您现挖，保证带着泥透着鲜。咱这藕是生态混养，纯绿色无污染，您吃着绝对放心。这泥鳅也是你们塘里养的，看着真肥，怎么卖的？可不是嘛，吃浮游生物和杂草长大，肉质细嫩着呢。您尝尝我们这道荷叶泥鳅煲，招牌菜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行，给我来1份，再来个清炒藕片，1份糯米藕。以前种藕只能赚辛苦钱，1年到头不赔本就算好的了。现在靠着旅游，
一天营收比得上过去众偶1个月。我家也是，民宿3间客房天天爆满，昨晚还推了7、8波客人呢，光是住宿收入就抵得上过去半年的收成，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。老板，这藕粉给我装10盒，我回去分给同事，让他们都来玩。好嘞，您拿好，欢迎下次带朋友一起来。我正在处理工作，王强带着赵大爷和王大爷进了门。陈子，你快看，这帮人太恶毒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网上突然冒出几10条差评，全是新注册的小白号，说咱们食材有问题，还说景区有安全隐患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谣言传得太快，我刚接到2个退订电话，说在网上看到差评，不敢来了。我也是，民宿明天原本订出去8间房，刚才退了5间，损失好几千。这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。咱们景区开业才几天，哪里有这么多受害者？分明是污蔑。他们这是想逼咱们关门啊！大家别慌，王强，立刻截图保存证据，联系平台申诉，同时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突击检查，全程记录发布到账号上，让所有人看看咱们的真实情况。好，我马上去办，咱们不能让他们得逞。陈子啊，这能管用吗？网络舆论一天一个样，谣言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啊！管用，我们要用事实打脸谣言。咱们莲塘村走到今天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这点脏水泼不垮我。以前总觉得在村里没出路，只能外出打工，现在家乡有产业有岗位，赚钱不比城里少，还能陪陪老人孩子，这谁还愿意背井离乡？我也是，在工厂流水线上干了3年，老板还拖欠工资。陈哥，我这简历您看看，我在城里做过2年网店客服，懂点门道。欢迎回来，你的经验咱村正好用得上。咱们合作社的线上店铺刚起步，缺的就是懂行的人。底薪4500加销售提成，包吃住，干得好年底还有分红。真的？这比我在城里挣的还多。陈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陈哥，我想自己干。我在城里学的是平面设计，想开个工作室，给村里做包装、做海报、拍短视频。您看行吗？太行了，我正愁没人做视觉升级。这样，合作社给你提供启动资金3万块，免息3年。你先把咱们的品牌 VI 做出来，后续接单，村里企业优先找你，怎么样？陈哥，你这是送钱给我创业啊？不是送，是投资。你成功了，村里品牌升值，大家都受益，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的注意。村里风头全让凌晨占了，年轻人也都围着他转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更没立足之地了。光靠剪断网线和网上抹黑没用，得想个法子，让这些返乡青年也乱了心思，搅黄他的创业队伍。兄弟，刚回来吧？哥跟你说句实话，这合作社水深得很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凌晨真那么好心？分红的时候，管理层先抽30%，剩下的才轮得到你们。你们累死累活，人家在城里买房买车，钱哪来的？都是从你们兜里掏的。不会吧？我亲眼看着村子一步步变好，大家收入实打实涨了。你这种谎话骗不了人，那是做给你们看的。按照你们查得着吗？我跟你们说，趁早另谋出路，别到时候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我们一心跟着合作社好好干。你们几个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现在还想来坏我们的事儿，滚出去！行，你们有种，等着瞧，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查找资料，放下资料，我召集返乡青年们开了个会。有人眼红是难免的，只要我们行得正做得端，所有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大家安心做事，不用被闲言碎语影响。陈哥，我们信你，那帮人的话，我们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对，我们亲眼看着村子怎么富起来的，谁想破坏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凌晨值了。都别往里走！莲塘村的农产品农资超标，景区安全也没保障，进去只会吃亏上当。我们特意来玩的，怎么一进村就被拦着说这些？网上不是都说莲塘村生态重实、绿色有机吗？网上那都是花钱买的营销，你们城里人就是好骗，几句漂亮话就把你们哄来了。听哥的，掉头回去，隔壁镇也有荷塘，比这儿干净100倍。我们和合作社签了长期合同，
货品质量一直稳定，每一批都有权威检测，你们不要胡乱造谣。我做生意10几年，真假还分得清，分得出，那你就是同流合污。你们这些采购商收了林晨多少回扣，敢不敢当众说清楚？你们3番5次来村里捣乱，故意阻断客源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哟，这不是王强吗？林晨的狗腿子来了。我们这是好心提醒消费者，免得大家上当受骗。你们要是心里没鬼，怕什么拦路？胡说八道！你们这叫好心，这叫故意损坏商业信誉，这是犯法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犯法？那你报警啊，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是谁在坑蒙拐骗。你们敢不敢拿出全部检测报告当众公示？敢不敢让我们进堂抽样检查？你算老几？你说检查就检查，我们的检测报告只给正规部门和合作商看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地痞流氓指手画脚。所有证件，每一批次产品的检测结果全都在这里，随时可以查验。你们再继续纠缠，我们就直接报警处理。报告齐全，数据都清清楚楚，明显是这些人故意找茬。我们合作这么久，你们的产品品质一直过硬，放心，我不会听信片面之词的。算你们厉害，但这事儿没完，我们走着瞧。陈子，这帮人太嚣张了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先让他们走，账慢慢算。强子，把刚才的视频保存好，车牌号记下来，都是证据。太过分了，白天拦路，晚上又来搞破坏，简直没完没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强子，先清点货品，做好登记，拍照留证，同时加装监控设备，加强夜间巡逻，保护我们的物资和场地。从今晚起，仓库3人一班，轮值到天亮。陈子，这帮人越来越猖狂了，咱们得想个根治的法子。放心，我一直在收集证据。强子，明天一早跟我去派出所，正式立案。好，早就该这么办了。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当咱们是软蛋。不是软弱，是讲规矩。现在证据链完整了，咱们用法律说话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第2天，我和强子去派出所报了案，工作人员接到报案，迅速进村核查，逐一核对证据，传唤相关涉案人员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不该嫉妒他们生意好，到处造谣捣乱。我就是想压低价格收购他们的货，赚点差价，一时糊涂。你恶意雇人切断村里直播换道，组织人员拦路，破坏仓库，损毁生产设施，这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，不是一句糊涂就能搪塞过去的。我们也是被人撺掇，一时鬼迷心窍，知道错了。那个外地老板给了我们每人500块钱，让我们散布谣言，破坏设备。我们真不知道会犯这么大罪啊！警官，我们愿意赔偿损失，愿意写保证书，求求你们从轻处理吧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王老板被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的消息，风波彻底平息。单一产业总有局限，如今我们基础稳固，接下来要打造一体化乡村。东边扩建100亩试验堂，西边升级民宿，中间这片核心区做农耕博物馆和亲子乐园。这个规划格局很大，还贴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。我会立刻向上申报项目，争取更多的政策扶持。林晨，你这脑子是想把咱们村变成小城市啊？不是小城市，是新时代美丽乡村。城里人有的，咱们都有；城里人没有的，咱们还有。几个月后，我和村干部规划打造的一批标准化民宿陆续建成开业，入住游客络绎不绝，好评不断。我们这次来，主要是想跟你们村合作。我们村有山林资源，你们有水乡优势，凑在一起可以共同开发旅游业，大家资源共享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我很乐意和大家一起发展，互帮互助。单打独斗走不长远，一起发展才能更好的带动资源规划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回去就开会商议一下，争取月底就能签合作协议。各位乡亲，今年全村偶鸡套养、深加工产品、文旅服务3大板块营收再创新高，可分配利润为455万元。现在开始为大家分发年度分红。今年分红比去年又多了不少，我家5亩堂，加上车间务工和民宿分成，总共分了6万8。
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啊！想当初我还极力反对偶牛套养，说陈子是瞎头闹，现在想想，脸上真臊得慌。我分的比你们少点儿，但也够了。我就3亩薄田，往年种藕倒贴钱，今年分了4万多，孩子大学学费有着落了。我年纪大又固执，一开始处处拦着陈小子，还说他读书读傻了，说新盟是瞎胡闹。现在想想，真是臊得慌。我老了，以后莲塘村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咱们村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人的付出。当初我回来，只有王强信我，是乡亲们后来愿意给新模式一个机会，才有了今天的莲塘村。大家齐心协力，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明年咱们的目标是营收破1000万，让每一户乡亲的分红再涨3成。好，破1000万，再涨3成。还记得你刚回村的时候，整片藕塘死气沉沉，大家都看不到希望。那时候二伯指着你的鼻子骂，说你是读书读傻了，回来祸害全村。如今才短短几年，咱们村彻底变了模样，成了全省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，连县长都来取经。我从来没有后悔毕业后回家乡创业。那时候回村，身边朋友都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在城里工作，却要回农村来挖泥巴。可我知道，脚下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，也值得我们用心去耕耘。城市有城市的繁华，乡村有乡村的未来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当农民也可以很体面、很骄傲。以前穷的揭不开锅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老人病了硬扛，孩子饿了哭闹，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。现在衣食无忧，老人有照料，孩子有学上，新房子住得舒坦，这都是林晨你带来的新变化。陈子，你是咱们莲塘村的大恩人。我老了，眼也花了，但心没瞎。当初是我带头反对你，现在我对你是真心佩服。莲塘村的今天离不开你的努力。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藕塘养鸡只是一个起点，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我会一直留在这里，和大家一起守护这片荷塘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，让莲塘村成为新时代乡村的标杆。